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吗？这个事儿呢，在1星期之前可能还没那么靠谱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越来越靠谱了所以讲讲新闻。川普总统成功斡旋了以色列和阿联酋的这个关系正常化之后，再下一城星期五宣布，巴林同意跟以色列签订关系正常化的协议30天之内再下一城那么美国、以色列、巴林星期五发表这个联合声明那么巴林国王媒体顾问哈默尔星期五表示，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表明公正和持久和平是保障巴勒斯坦权利的最好的途径。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是中东和平另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的日子。那么毫无疑问，巴林这次是也是一个突破当然，首先阿联酋是一个突破很重要的突破，因为刚刚开始。但是巴林有重要的意义，巴林其实是蛮强硬的他跟沙特关系非常好他基本上是跟着沙特跟得很紧。那么如果巴林都同意了，可能意味着沙特可能最终可能会跟以色列签订这个关系正常化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进程来看，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至少阿拉伯半岛巴以的和平的希望是非常大的这个是如果在这个以巴和平进程出现一个这么重大的转机，那么川普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就很大了那么福克斯就采访了谁呢？采访了这个提名的这个挪威4届国会议员，叫迪布林耶德他同时是北约挪威代表团的主席他提名这个川普竞逐这个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在接受福克斯访问的时候说，他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就川普的功劳而言，他说他认为川普做的比大多数和平奖提名人要多他表示在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川普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在提名信中写道，以阿两国协议有望成为中东局势的转折点，预期其他中东国家也会跟随阿联酋的步伐，选择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让中东从此变成合作与繁荣的地区他指出川普发挥了关键作用，促进冲突各方的联系，以及化解持久冲突注入新动力大概是这样。这件事情怎么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当然川普总统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肯定对他的选情有帮助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连续2个国家和以色列建交，其中巴林是一个有一点特点的国家。那么如果巴林加入那意味着其他国家也陆陆续续会加入这个行列。那么巴以和平进程应该进入直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在哪里？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在于美国终于找到了终于搞明白了这个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是什么。中东和平进程最大的关键其实在于伊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继续制裁伊朗的原因其实在
在阿拉伯世界他们有2个主要威胁，一个威胁来自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建国在阿拉伯世界中间找了一块地方让他们在那建国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而美国又在后面支持以色列，这是一个方面，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威胁。另外还有一个威胁就是伊朗，那么伊朗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绝对不小于以色列，所以美国如果一直和伊朗站在一起，那么实际上中东和平进程就没办法展开，因为阿拉伯世界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主要的敌人，而伊朗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同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以色列不断的去轰炸伊朗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制衡，对阿拉伯世界来说他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用以色列去制衡伊朗这就是为什么阿拉伯国家开始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这就是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布局。也就是说川普总统搞明白了阿拉伯世界他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过去的美国总统都没搞懂，没搞明白川普总统搞明白了，所以阿拉伯世界开始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以色列和解才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这就是川普总统有可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我们就讲这么多就是说如果中东和平进程进入了一个这样的阶段，那么川普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前提是这件事情会持续的发展下去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今天是周末呢我就不想讲太沉重的话题，我们就讲一个轻量级的话题。然后呢我今天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把下个星期会发生的事情呢跟大家做个预报这样的话呢这个信息量会大一点，然后每一件事情我们大体上进行一个简单的点评，这也是我一个新的尝试大家试试看好不好下周大事预报9月14号中欧领导人视频峰会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4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中欧领导人视频峰会。本来是中欧领导人峰会那么德国现在是主席国，欧盟主席国轮值主席国，所以这个默克尔也参加那么但是呢这个峰会，当然这个峰会是之前已经安排好的这也反映了中国在这个整个对外关系当中你看一下之前刚刚发生过一次那么这次又发生，8月份刚发生过一次，那么现在又搞一次说明中国对欧盟的事务对欧盟的关系非常的重视这是一个重点但是呢欧洲外交委员会ECFR发表了一个题为新中国共识，欧洲变得对北京越来越警惕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认为欧洲对中国形成新的共识，对北京越来越警惕，而且对中国在海外的强硬态度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日益感到担忧这份报告其实是分析整个欧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其实开始是警惕了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方向，我们再看看中国跟欧盟之间继续往下走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第一。第二，日本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
9月14号举行由于自民党在国会里面占有多数席位，那么自民党的总裁自然就会成为新一任的首相，所以实际上9月14号自民党总裁的选举意味着下一任就是因为安倍首相辞职，那么这个新的首相将会完成安倍首相的任期那么直到什么呢？直到明年9月，也就是剩下1年时间。目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那么还有前外相岸田文雄，还有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3个人角逐自民党总裁的位置。目前这个菅义伟应该属于这个领先的地位那么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岗位，因为只有1年的任期所以竞争不是特别激烈竞争不是特别激烈，因为只剩下1年，它其实是一个过渡一下。那么但是在这个岗位上呢，它有利于竞争下一任的这个总裁会有优势，因为你如果有能力有想法，你可以在这里在这1年当中可以把你的能力表现出来那么对竞争下一任的岗位有帮助所以这3位候选人也应该全力以赴大概是这样那么读卖新闻今天报道说，这个安倍首相再次入院还是因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这个溃疡性大肠炎安倍就是因为这个辞职的，他又进医院了所以看这个病应该是蛮严重这是一个。然后9月14号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这个叫网络安全宣传周，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统一开展这是又一轮的清网行动，网信办又有的干了又有的忙了。过去1年中国的网络白色恐怖、红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中共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一样，采取了非常也残酷的这个打击手段打击所有和他们洗脑的宣传工程取向不一致的这些自媒体核心的方向还是自媒体这是9月14号。9月15号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特别对话会议举行，谁会参加？总理李克强他会参加这个特别对话会，而且他会发表致辞，并且和企业家对话交流最近李克强的这个曝光率大增就特别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叫北戴河会议之后李克强的曝光率在上升。另外李克强本身也非常进取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好像最近都特别忙曝光率都很高那么双方的这种竞争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好，9月15号还有一个活动，就是75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一般性辩论是9月22号举行那么由于这个疫情严重，今年的一般性辩论将不邀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现场会议请他们提交的是这个录像或者是视频参与这种情况在联合国75年的历史上首次发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9月15号这个川普总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当然一定是白宫了，举行中东和平峰会邀请这个阿联酋、以色列正式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我估计巴林也会参加那么以色列、阿联酋、埃及、约旦、沙特、巴林、阿曼、苏丹领导人参加那么这个巴以和平进程
应该是川普总统一项非常重大的外交成果啊，这是一个。9月15号还有一个就是 TikTok 的生死大限啊。9月10号，川普总统表示啊，他不会延长这个TikTok 的这个期限啊，也就是说在9月15号之前，那么要么就是字节跳动要么把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卖掉，要么把它关闭啊，就这2个选择啊。那么昨天这个路透社透露说，中国政府反对这个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啊，宁愿把它关掉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政府觉得出售美国业务啊 ，TikTok 出售美国的业务会让中国政府显得很软弱啊。消息人士还说，在必要的时候，中国政府会动用8月28号修订的限制出口技术名单，让字节跳动延迟达成任何协议。这个是路透社的一个消息。路透社在中国官方有一些渠道啊，那么中国官方也通过路透社往外放一些消息啊。以前会是找华尔街日报他们放啊，那么现在华尔街他们已经不放了啊，现在主要是路透社。那么，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可能是会这么做，就是不让这个 TikTok 把美国的业务卖给其他的投资者，因为从2个迹象可以看出来，一个迹象就是让这个字节跳动去告川普政府啊，这是一个动作，另外一个动作就是8月28号把这个字节跳动的一个技术放到这个限制出口的名单里面去啊，这2个动作都表明中国政府是不愿意这个字节跳动卖掉美国业务的啊。那么，但是我觉得原因并不是显得中国软弱啊，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会太讲究啊，因为他们更要的是效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其他投资者看到这个 TikTok 的后台，因为 TikTok 后台有他们我不想让大家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有没有办法清除掉？我觉得是没办法全部清除干净的啊，这肯定是有一个他们不想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宁愿放弃这么多钱，很多钱啊，那是很多的钱啊。你想一下，如果和这么多的钱和这个显得面子过不上去的这2件事情衡量一下，你觉得哪个更重要？钱更重要吗？你说呢？啊，所以我不相信是面子问题。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不想让其他人看到 TikTok 的后台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还有一件大事啊，这件大事是什么？就是台积电断供华为啊。那么15号起，台积电无法再向华为供货。我印象中是120天，就是给台积电120天的缓冲啊，缓冲完了以后，9月15号是大限，也就是说，台积电将终止向华为供应什么呢？供应5纳米、7纳米、12纳米的芯片，这3种芯片是用于华为手机、5G 基站和服务器这3块业务。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台积电一旦断供华为那么华为在高端芯片的制造领域将找不到任何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华为如果用完了它过去半年时间做的这个存货，它一直在存货据说是包机在台湾包机把这个货把这抢购的芯片运回去运回华为包机什么情况？你得买多少？买了很多，华为买了非常多的存货这个存货
业界人士估计可以用半年，也就是说半年之后，如果他把这些存货用完了，那也就是高端手机，然后就是 5G 的基站，还有服务器，这3块业务应该就没办法进行了。如果5G 的基站没办法运行的话，实际上华为在这个 5G 领域也会遇到重挫啊。这是台积电断供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苹果召开秋季发布会啊，9月15号。那么会有什么呢？会有苹果的 Apple Watch 6系Series 6 iPad Air 在内的这些硬件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9月15号苹果会不会公布 iPhone 12 iPhone 12是不是在这次公布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苹果手机的这个生产，新手机的生产，就是 iPhone 12的生产有一些问题啊，所以现在还不清楚它会不会，如果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能就会公布；它解决不了的话，就可能会不公布啊，这是一块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民航总局、海关总署、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来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公告。那么要求什么呢？要求所有从美国去中国的旅客全部都要持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证明才能登机啊。9月15号开始，大家要注意了啊。9月15号，9月16号就没什么特别的。9月17号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是根据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政令，朝鲜劳动党建党75年周之际，对被判有罪的人员实施大赦，从9月17号正式实施啊。那么就是9月17号朝鲜大赦啊。朝鲜大赦是因为劳动党建党75周年。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可能性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什么？朝鲜粮荒就把这些囚犯放回去，我还得养你们吃饭，再吃牢饭，我牢饭都供不起了，回家吧。这一箭双雕啊，这件事情。说一个朝鲜的情况，朝鲜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之前一直有传闻说金正恩死了，或者是瘫痪了，或者重病在床，所以呢就陆陆续续把这个权力呢就移交给谁呢？他的妹妹金宇正啊。这之前这个消息大概一个月之前传得沸沸扬扬啊，我是不相信的，我一直是不相信的啊。然后呢，当金宇正大出风头的时候，他从7月27号开始，突然一下，7月27号是这个韩战停火协定67周年纪念活动啊，他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就消失了，就消失在媒体面前。然后昨天川普总统10号就是前天发推特说金正恩身体健康，永远不要低估他。所以我觉得，朝鲜的局势基本上恢复正常啊。我认为金正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他这之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中国、美国、朝鲜三方的各种角力放出来的各种空气而已啊。OK， 9月18号918，大家记得918事变吗？啊，918事变。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这两个新闻都是财经新闻。蚂蚁集团上会啊，首发上会。上会是什么？上会就是上这个上市发行审查会，叫上会啊。那么蚂蚁集团 IPO 将于9月18号上会，8月25号。
蚂蚁集团创科板申请受到受理9月9号完成2轮问询，并当晚立即通知9月18号上会。总共用了多长时间？蚂蚁集团创科板 IPO 审核全程总共用了25天25天，这你可见是多么支持多么支持。那么按照现在的进程再经过2轮问询之后，蚂蚁集团最终上市时间有望在10月底10月初上市确定上市时间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富时罗素纳入了150只 A 股，放到哪里去呢？放到它的这个旗舰指数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那么选了150只股票放到全球股票指数系列里面去那么9月18号收盘，9月18号收盘之后就生效什么意思他把150只股票放到这个它的旗舰指数，意味着只要追踪这个指数的基金就必须去买中国的股票，它才能够追到这个指数的指数的基金指数基金就是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那么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动作，它其实这些指数都是一些指针指针。它的指针是什么？就是说跟随这些指针的基金，就是必须按照它的布局比如说中国股票占多少，这个占多少，欧洲股票占多少，德国股票占多少，美国股票占多少，他把这个纳进去之后这跟随这个的基金就要去按照它这个比例来买股票。所以这些指数很重要为什么这些基金会跟着它走？因为它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基金能不能专门研究？基金没有资源来专门研究这个，这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基金就跟随就好了，闭着眼睛跟就好了，买股票就行了。所以这会带来资金进入中国市场好，这是9月18号，9月19号，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12届海峡论坛举办。那么王金平前台湾立法会的立法院的院长王金平，就是前副主席国民党的副主席王金平和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龙，还有新党亲民党这些已经投共的政党会派代表参加那么求和之旅但是是代表他们自己，不是代表台湾9月19号，9月20号，9月20号是美国恢复制裁伊朗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7号在推特上这么说安理会未能履行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使命之后，美国启动了一个为期30天的进程，以恢复几乎所有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制裁将于格林威治时间9月20日零时恢复大家理解2件事。第一件事情，中东和平进程，美国的中东和平进程其中有一个支点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另外一个支点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应该有一个默契以色列会成为制约伊朗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两只脚。所以9月20号美国会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这样，我们今天就用了一个新的模式这新的模式就选一个相对轻量级的主题就是川普总统有没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
然后我们再把未来一周可能发生的一些大事给大家报告预报一下，并做简单的评价啊。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尝试啊，希望大家喜欢啊。那么我希望以后周六都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动作啊，那个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新的体验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4个，请大家不要聊天，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进入互动。好，明谢一下 TT， 谢谢，请王老师喝普洱茶。昨天和一个住 LA 的朋友聊天，他比较担心川普当选，美国国内会有暴乱。好吧，我觉得中国为什么在美国的华人好像比中共还要焦虑？美国会有暴乱，就算最激烈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美国出现暴乱啊。这是谢谢啊，谢谢 TT，Sophie 萌谢谢，李晨谢谢 ，Jessie 蔡谢谢。观点支持川普拿和平奖，光川普上任1年就收拾伊斯兰国，这才是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啊。观点：如果川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民主党会疯了。CNN、MSNBC 会隶属川普的罪恶。OK， 情况坐标迪拜，这一个月迪拜因为开放全球航线，确诊人数激增，但是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里。新闻头条就是各种和以色列的合作，连以色列的睡衣品牌模特都自由的在迪拜沙漠里挥着以色列国旗拍广告。迪拜明年的世博会也因为中东的和平进程而让人乐观。迪拜经济复苏会加快作为迪拜华人，我不知道诺贝尔会怎么考虑，但我个人给川普颁奖，谢谢他。OK。观点：关于大选，现在一些人觉得，如果川普当选会更多人出来闹，拜登才不会乱，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民主党对街头暴力几个月的放任，如果这是民主党选举策略的话，等于在威胁美国民众，不选他就闹，和流氓有什么区别？如果是合法的选举，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选举结果，而不是因为你不同意这个不能够，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义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美国作为灯塔之国真的是有问题提问：王老师好，内地和香港封关的问题，相互隔离14天，困扰我大半年。我在香港工作，家人和女友都在内地，已经7个月没有见面了，工作打不起精神，心情忧郁，只有向您请教。广东和澳门已经通关，香港却一直封关，香港经济受到巨大打击，对于跨境家庭就是人道灾难。您之前说过这是个政治问题，您能不能现在就通关的说一下，现在通关的阻力是什么？您预计什么时候能够通关？万望告知。现在通关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通关问题就是香港政策的问题。通关这件事情已经被政治化，政治化的原因是哪个？政治化的原因当然是北京的港澳政策那么北京对香港的这种民主诉求的打压，那么让香港市民极度反感北边的一切，这就是被政治化的原因那么这件事情造成
造成这种两地家庭的分离啊，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这是个非常大的不幸啊。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通关，主力就是这个，主力没有别的，主力就是香港市民非常的反感大陆，当然主要是反感中共啊，这是一个投射啊，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情况，江西某不在任何城市边缘的小镇，投资上亿修建镇街道路，原本路就很好，有的路还是去年才修好，现在全部铲掉28公分，然后再铺28公分加宽。问题，光一个小镇搞个路就花这么多，不是说地方财政困难吗？这完全不像啊。PS 承包商有很多家，某一家承包300万的一段，其实只需要花100多万就能建好，可以赚100多万，当然还要回扣。这是很典型的，搞工程挣钱啊。江西有很多那些小镇啊，很漂亮，漂亮的是什么？漂亮就是他们的石板路啊。那么为了赚钱，把这石板路撬掉，然后修水泥路，很多是在干这种事情。那就那些江西那些石板路，走了上百年，光光的非常漂亮，可惜啊，中共就是干这种事情。情况，王老师，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都极端仇视穆斯林和少数民族。我不是穆斯林，但我从小在物美价廉的清真餐厅长大的。以前家里父母忙，经常把家附近一个清真餐厅当食堂吃，认识不少回族，都很善良友好，真的不像大家说的那样。我是认为，怎么说呢？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一些好人，一些干坏事情的人，一些干好事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在各个族群当中，都有做好事的人，做平等这平等对待其他人的人，也有歧视其他人的人，这都有啊。这跟各种族群没有关系啊。给族群贴标签，说啊这个族群的这种坏人特别多啊，特别多是什么？是这多啊。所以这是一个常识啊，这是一个常识。所以任何的以族群为划分人群标准的方式啊，都是什么？都是种族歧视啊！种族歧视讲的就是这个啊。情况，马小丽等内蒙古知青之前和之前被蒙古人收留的3000汉族孤儿的部分代表联名写信，呼吁停止修改内蒙古教材啊。马小丽出来了。这件事情被外界广为报道，就是关于内蒙古这个改变这个蒙语教学的这个事情，会变化吗？会有什么结果？现在真的不好说啊，真的不好说。但是以习近平的性格来说呢，可能性不大，就是改变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以这件事情发酵的程度来看，又不大像，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让中共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什么？还有一个蒙古呢，会影响蒙古的关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蒙古是中国的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那是有战略地位，所以这件事情真不好说啊，现在判断不了，信息不多啊。情况，悉尼飞香港4500港币，悉尼飞广州2万人民币。如果不封关，中国的航空公司还咋挣这种比贩毒军火还高的利润的钱啊？情况，观点，
大陆的乡亲们，不是你们没能力，不会挣钱，或者说不会，你们过得不好，不是你们没能力，也不是你们不努力，是因为中共的薪资制度学的就是前苏联，不管你多努力，你的报酬只能满足让你不饿死，你能拿到的收入就是你该得的10%。为什么会这样？共产主义有个大杀器，让你仅仅活着，是为了继续活着。如果你不能继续为了活着而活着，停下来就想多了，就危及共产主义事业了。OK， 好。情况，中共间谍无人机纵火被逮捕。9月9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分析模型显示，西海岸山火多数初始火点沿森林公路蔓延，引起调查。57岁美国移民李建军被搜查住所，从其笔记本找到一段视频，汽车 GPS 显示8月初多次前往火区。这个视频到底是真是假，现在不知道。就是这段信息我在推特上看见了，然后有人跑出来纠正。不管是纠正还是发布信息的本身都不确定。都不确定，所以这段信息不好说是不是真的啊？请问提问，请您谈谈对川普 downplay 中国病毒的看法。这个很长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到的一部分录音我听到了但是它完整的录音我没听到所以我们不能够凭一段录音来说这件事情，不能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整个故事是怎样的故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总统他怎么说，对这个记者是怎么说，然后他整个 picture 整个故事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无法判断。第一，川普总统有没有这么做？第二，如果他做了，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第三，川普总统他知不知道他这么做，如果他真的做了，他要承担什么后果？这一切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才能评价。所以我现在不能评价建议希望有诺贝尔破坏和平奖颁发给习。OK。情况，强国的人总是用墙内的思维揣度美国的选举，以为美国是跟中共一样成王败寇。OK。提问，为什么伊朗是中东局势的关键？中东局势的和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会将在中东部署的大量资源调到亚洲来对付 CCP？ 第一个我不知道。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大量的资源是什么我印象中是叙利亚然后是中东，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阿富汗，那就没有了吧？还有别的吗？伊拉克不是叙利亚，是伊拉克，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阿富汗。阿富汗已经撤军，已经撤完了嘛，然后就是伊拉克伊拉克撤军也撤的差不多了。所以你说美国在中东还有大量的资源吗？中东没有太大的资源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源了所以他会不会调到亚洲，这是个问题情况，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琳做好泡沫破灭的准备，文章说是房地产，结合天津放假1平方下降5000元，这是房价支持不住了吗？谢谢王老师。我没看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登在哪里了？做好泡沫破灭的准备。吴晓琳是原来的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他主要的职务是外汇管理局的局长，所以吴晓琳一直在管什么呢？其实一直管的是人民币汇率，所以吴晓琳基本上在人民币汇率上面的发言是比较有权威的。那么他现在讲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当然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守住房价，
必须守住人民币汇率啊，人民币汇率守不住，房价就会守不住啊，这是因果关系啊。那么他在说这个话呢，第一个我不确定，我真的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啊。第二，他作为人民银行的前副行长，他拿根针把这个气球插破啊，捅爆他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吧？你说呢？因为他的身份是非常敏感，吴晓玲的身份是非常敏感，他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影响是很大的啊。所以如果我能找到这篇文章，我再来评价。但是呢，天津放假是什么？一平方下降5000元，这是天津的房价是有点问题啊，天津房价是有点问题。天津房价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跟天津的经济是有关系的啊，天津经济是有点不大理想，这两年。房价，天津房价一平方下降5000平方，天津起来，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天津起来，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元代人民银行行长人民银行行长跑到天津当市长，他给天津每年带来几千亿的投资啊，这投资拿来做什么？做天津的新区啊。那么天津新区就是带动了整个天津的经济的起来啊，所以天津经济过去一段时间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人民银行行长叫什么？戴相龙啊，戴相龙离开之后，慢慢的往天津的投资就少了，天津投资少了，它的经济就开始往下走啊。这个天津的房价跟这个天津的经济往下走是有关系的啊。这一点跟什么有点像？跟重庆是有点像。重庆当年就是薄熙来也拉了好多的钱去重庆，所以重庆经济上得很快。那段时间重庆经济上得很快，然后薄熙来之后，这个重庆经济曾经一度下来过蛮多，但是呢，后来又因为不好看嘛，所以中央又在重庆做一些投资，所以这2年重庆是稳住了，但是天津似乎还没有稳住。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方向啊，天津房价往下走的原因方向还是这个方向。吴晓玲这篇文章没看到，我看到以后我再来评论好吗？情绪认知上的侏儒是可悲的，不敢面对现实，用正在崩塌的谎言取悦自己脆弱的自尊，这是人生的不幸。虽然 CCP 已经无法改变，但是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人们能够坦诚地面对真相，自知自省自信，在新的阳光下自由坦荡的生活。这是非常良好的期待啊。明谢阿绿谢谢，叶征谢谢。当川普强行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到处在炒作第3次世界大战继续爆发，可是现在却是和平一步步到来。感谢王老师给我们解惑其中的逻辑。 OK， 情况，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房地产税的文章。房地产税，第一，它能降低大多数纳税人的税收痛苦。从征税的角度来说，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是少叫唤。这篇文章我也没看到他讲什么？房产税，我觉得房产税在短期之内不会出现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经济在底部爬，然后人民币汇率又高度敏感，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一直在涨那么人民币涨，虽然人民币所谓的涨只是对美元在涨，对欧元其实是在跌的人民币的涨主要是美元在跌那么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人民币的汇率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状态，那么房地产也很敏感，
房地产千万别出事啊！房地产这个时候房地产出事的话，麻烦大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维持现状是基本的经济政策。对中国来说，维持现状，所有的情况都不要出问题，然后让经济慢慢的复苏，这是现在的政策啊！有必要放点水啊，有必要再刺激一下啊，都是合理的一个选项。这个时候采取一些影响全局性的征税是个什么措施？是收缩的政策啊，它是一个收缩的政策，它可能会影响全局啊。如果采取一个影响全局的政策的话，那是有可能得到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不相信短期之内1-2年之内房产税都出不来啊。观点给想移民的朋友一点信息啊，在办理移民时，至少咨询30家以上中介，同时对办理的项目自己也要多方面调研。对于咨询的中介，立人设、讲人品、讲信用的，请抱着怀疑的态度。那些讲办不成不收钱那些讲办不成不收钱的，不用考虑，直接 pass。做 marketing 咨询，真正办理的律师在幕后，这种要谨慎。同样是高风险中介啊，移民是一个战略性的计划，花几年时间，投资几百万，碰到不靠谱的中介，就等于花几百万国外几年游啊。国内的中介要小心啊，为什么？全世界的中介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中介是什么？中介就是左边拉过来，右边拉过来成交啊，这叫中介啊。中介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必须诚信啊。诚信是我们讲就是高端服务业啊。高端服务业讲的是什么？比如说房地产中介，比如说会计师啊，比如说律师，其实都属于中介都属于中介性质，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性质啊。这些岗位呢，都需要一样东西，就是诚信。所以他们这个行业都有一些，就是我们叫诚信约束啊。你比如说会计师，他知道你所有的财政状况，他帮你报税啊，他必须遵守这个会计师的这个保密协议。他如果不保密的话，你的风险就非常大。这件事情在整个的西方世界是很正常啊，就是保持诚信，服务业的保持诚信是很正常。如果他有诚信上的问题，他基本上在这个行业就不用混了啊。那你想一下，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半辈子，他会不会放弃这个？不会的啊。所以在这个它是一个强约束，但是这件事情在中国就不一样啊。中国很多这些跟诚信有关的行业就会有问题啊，就会有问题。所以中介也是一样，中介也是一个需要讲诚信的这个职业，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是真的啊。这一点一点都不是开玩笑啊。情况，影视娱乐的人开始去打工了，例如司机、房地产中介、送外卖的啊。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